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很多人以为佛教谈放下，是因为人生本来就该看淡。可如果你真的读过那些故事，会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。佛陀从来没有否定努力，他否定的是那些已经伤人、耗人，却还被当成信念抱在怀里的坚持。在很久以前，恒河流域有一座城邦，城里的人信奉修行，认为只要意志够坚定，苦行就能换来解脱。那是一种被赞美的生活方式，越是清苦，越被认为越接近真理。年轻的修行者们赤脚行走在碎石上，日夜不眠，节制饮食，忍耐寒热。他们彼此看见对方的痛苦时，心中反而升起一种安心，因为这证明自己正在走对的路。释迦牟尼当年也在其中。他离开王宫后，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白什么是中道。他曾以为只要把身体压到极限，心就会被逼着觉醒。他日复一日减少进食，呼吸变得微弱，四肢消瘦，连抬起手臂都需要极大的意志。后来的人形容那时的他，说皮肤贴在骨头上，像一具仍在呼吸的影子。可就在那样被世人敬仰的状态里，他忽然发现一件事，心并没有因此变得清明。佛经里没有用激烈的词语去形容那一刻，只是淡淡地说，他知道这条路走不通，不是因为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努力的方向已经偏离。身体的痛苦并没有带走执着，反而让人更执着于痛苦本身。那是一种很微妙的觉察。当一个人已经付出了太多，往往最难承认的不是失败，而是方向错了。后来他接受了一碗乳糜，这个举动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非议。有人说他退转了，有人说他放弃了修行，也有人在心里暗暗庆幸，觉得自己比他更有毅力。但佛陀并没有辩解，他只是安静地吃完那碗食物，坐在树下，让身体慢慢恢复力气。不是为了享受，而是为了让心不再被极端牵着走。这不是妥协，这是放下一条已经证明无效的坚持。佛经里后来有一句话，被很多修行人反复诵读：弦若太紧，必断；太松，则无声。这句话不只是在讲修行，他在讲人这一生最容易犯的错误。很多痛苦其实不是来自失败，而是来自不肯松手。明明已经看见代价，却告诉自己再忍一忍就好了。明明知道这段关系，这个执念，这个目标已经让自己变形，却还是害怕一旦放下，过去的一切都会变得没有意义。于是人开始替坚持找理由。有人说，我都走到这一步了，怎么能回头？有人说，如果现在放弃，那之前受的苦算什么？也有人告诉自己，只要再多一点忍耐，总有一天会变好。佛陀后来讲过一个譬喻，一个人渡河，用木筏帮自己过了湍急的水流，等到上岸之后，他却把木筏扛在背上继续赶路。旁人问他为何不放下，他说这是救过我命的东西，我不能丢。问题是，木筏本来就是为了过河，一旦上岸，它就成了负担。很多坚持也是这样，他曾经救过你，所以你舍不得松手。可你忘了，环境已经变了，路也已经变了。佛陀并不是要人变得冷漠，而是提醒人看清一件事：任何方法只在特定阶段有意义，一旦它开始让你远离清明，那就不再是修行，而是执着。这一点说起来简单，真正做到却极难。因为放下从来不是轻松的选择，它意味着承认自己曾经判断错误，
意味着重新面对未知，也意味着要亲手拆掉支撑自己很久的信念。所以多数人选择继续扛着木筏前行，即使已经被压弯，也不愿停下来看看自己是否还需要它。佛陀看见的正是这种人性的惯性，他没有用命令式的语言告诉众生该怎么做，只是反复讲故事，让人自己在故事里照见自己。因为真正的放下不是被说服的，而是被看见的。后来他在鹿野苑出转法轮时，没有要求人们立刻舍弃一切，他只是慢慢讲痛苦从何而来，讲执取如何生根，讲人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把工具当成信仰，把过程当成目的。那不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演说，更像是一段低声的提醒。如果你此刻愿意停下来想一想，会发现自己的一生里，也许早就有某些木筏已经陪你走过河，却还被你紧紧背着。而真正的问题，或许不是你够不够坚持，而是你有没有勇气问自己一句：这条路真的还通向清明吗？如果说苦行的故事是佛陀对自己的一次醒悟，那么后来发生的许多事，则是他对众生的观察。他发现人真正放不下的，往往不是痛苦本身，而是对痛苦的解释。有一次，他带着弟子们经过一片树林，那天风不大，树叶却落得很急。佛陀弯腰捡起一把叶子，问身旁的弟子：这一把叶子多，还是整片森林的叶子多？弟子们回答得很快，自然是森林里的叶子多。佛陀没有继续追问，只是轻轻点头。他说，自己所说的一切，就像手中的这一把叶子。世界的复杂远比这些更多，可人类真正需要明白的，其实并不多。问题在于，人总是执着于不必要的部分，却忽略真正该看清的地方。很多坚持，正是从这里开始编织的。佛经里记载过这样一个人，他年轻时立志修行，远离家庭，独自隐居山中。他给自己定下严格的戒律，不与人交谈，不接受施舍，不靠近村庄。他相信，只要彻底断绝世俗，就能获得解脱。最初几年，他内心确实感到安稳，没有纷扰，没有比较，也没有人质疑他的选择。他把这种平静当成修行的成果。可时间久了，他开始变得紧绷，不是因为环境艰苦，而是因为心越来越狭窄。当山下有人生病求助，他告诉自己不能破戒；当饥饿难耐，他提醒自己这是修行的一部分；当内心生气动摇，他立刻用更严苛的方式压制。旁人看不见他的挣扎，只看见他的坚定，而他自己也逐渐分不清这是觉悟还是恐惧。后来佛陀听说了这件事，亲自前去探望。两人并没有进行激烈的对话，只是在树下静坐了一段时间。佛陀问了他一句话：你现在的修行是让心更自在，还是更紧缩？那个人沉默了很久。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，因为很多人坚持的其实不是道路，而是身份。一旦承认这条路不对，就等于否定了过去的自己。一旦放下，就好像这些年全都白费。佛陀没有劝他离开山林，也没有要求他改变方式，只是告诉他，若修行让人远离慈悲，那他已经偏离了方向。后来那个人下山了，不是因为放弃修行，而是终于明白，自己执着的并不是觉悟，而是对修行者这个身份的依赖。佛经中还有一个故事，更贴近凡人的生活。有一个母亲，唯一的孩子病死了，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抱着孩子的尸体四处求医，希望有人能让孩子复活。她被人嘲笑，被人躲避，
却始终不肯放下。有人指引他去见佛陀，他满怀希望地跪在佛陀面前，请求他救回孩子。佛陀没有立刻拒绝，也没有直接说明生死无常，他只是温和地说，如果你能从一户从未死过人的人家那里取来一粒芥子，我就帮你。母亲立刻起身，挨家挨户敲门。他走过一条又一条街，问过一户又一户人家，得到的答案却始终一样，每一家都经历过死亡，有人失去父母，有人失去孩子，有人失去伴侣。天色渐暗，他的脚步慢了下来。那一刻，他终于明白，自己并不是唯一承受痛苦的人。死亡不是针对他的惩罚，而是所有生命都会面对的事实。他回到佛陀面前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轻轻点头。这个故事里，佛陀并没有直接要求他放下孩子，他做的是让他看见执着的根源。很多人以为坚持是爱的证明，可有些坚持只是拒绝面对现实。当痛苦已经无法被改变，却仍然紧抓不放，它就不再是爱，而是自我折磨。佛陀从不否认情感，但他清楚，一旦情感变成执取，人就会困在原地。你会发现，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点，问题从来不是不够努力，也不是感情太深，而是人不愿意承认一些东西已经走到了尽头。佛陀说过，世间一切皆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散去，强留只会生苦。可真正难的是分辨什么时候该继续，什么时候该停。因为坚持往往会被赞美，而放下却常常被误解为软弱。所以人宁愿忍，也不愿松，宁愿继续消耗，也不愿面对失去。佛陀并没有给出一套简单的判断标准，他只是不断提醒一件事，当一件事让你远离觉察，让你变得封闭、僵硬，失去慈悲，那它已经不再是通往解脱的路，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枷锁。很多人走到这里会开始感到不安，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人生中那些最骄傲的坚持，也许正是束缚自己的地方，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当修行与情感的执着被看清之后，佛陀开始把目光放到另一种更隐蔽也更普遍的坚持上，那就是对成就的执着。佛经里记载过一位国王，他治国严谨，法令清晰，百姓安居。他为自己的勤政感到骄傲，也相信只要继续努力，这个国家就能长久稳定。可问题在于，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巩固成果上。他害怕改革，因为怕动摇秩序；他拒绝新的声音，因为担心权威受损；他不断加重律法，只为了维持曾经有效的方法。国家表面看起来井然有序，内部却逐渐失去活力。当佛陀来到这个国家时，国王向他请教如何让王朝延续。佛陀没有谈政治，只问了一个问题：你现在守护的是百姓的安稳，还是你过去的成功？国王一开始并不明白，直到后来叛乱发生，他才发现自己并不是败在敌人手中，而是败在不肯松手的坚持里。佛陀常说，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状态，包括顺境。可人一旦站在高处，就会把当下的结果当成自己正确的证明，于是继续重复，继续加码，继续强化，却忘了环境早已改变。很多人的人生也正是这样，他们曾经因为努力获得成绩，因为坚持赢得掌声，那些经验是真的有用过，于是他们深信只要继续照着做，就一定不会错。可时代在变，关系在变，身体在变，心境也在变。
而人最难放下的，恰恰是那些曾经救过自己的方式。佛陀的弟子中，有一位以智慧著称，他记忆力惊人，精通经文，总能在讨论中占据上风。久而久之，他开始把懂得多当成修行的核心。每一次讨论，他都急着证明别人理解的不够；每一次提问，他都希望得到赞赏。他并不是没有修行，只是修行逐渐变成了表演。佛陀看在眼里，却没有当众指出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让这位弟子独自去向一位老妇人讲法。老妇人听完后，只问了一句：“这些道理能让我今晚睡得着吗？”弟子愣住了，他第一次发现自己坚持的不是智慧，而是优越感。佛陀后来对他说：“若所学不能减少他人的苦，那再多的理解也只是负担。”这句话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面镜子，你拼命守住的，到底是价值，还是被需要的感觉？很多坚持，并不是因为事情本身重要，而是因为一旦放下，人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佛经里有一句话被反复提起：“执我为重，苦便随生。”当一个人把我是怎样的人绑在某种行为、某种角色、某种成就上，那他就不得不继续演下去。即使已经疲惫，即使已经失衡，即使已经不快乐，他也不敢停，因为停下来等于失去自我。佛陀看透这一点，所以他从不要求弟子追求某种固定形象，不是一定要苦行，不是一定要远离人群，也不是一定要看起来清静。他强调的始终是觉察，觉察自己此刻的状态，觉察行为带来的结果，觉察内心是否越来越清明。一旦发现坚持正在制造更多苦，就要有勇气松手。可现实中恰恰相反，越是投入时间多的事情，人越难退出；越是被赞美过的选择，人越不敢怀疑。于是很多人用一生去证明一条已经不再适合自己的路。佛陀并不否定努力，他否定的是盲目的延续。他提醒弟子，真正的修行不是让人生越来越重，而是让心越来越轻。当坚持变成负担，他就已经偏离了方向。而下一步往往不是再撑一下，而是停下来看清楚。这一步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难的，因为他要求的不是力量，而是诚实。当佛陀走过越来越多地方，他发现人真正痛苦的并不是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，而是明明已经走不动了，却不敢承认。于是他开始反复讲同一件事，却从不重复说法。有一次有人问他，修行到什么时候才算真正完成？佛陀没有回答时间，也没有给出标准，他只是说，当你不再被非这样不可绑住的时候，你已经走在路上了。这句话当时很多人听不懂，因为大多数人理解的修行是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多忍耐一点，多付出一点，多撑一下，好像只要不放弃就一定是对的。可佛陀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，他看到有人为了维系一段早已失衡的关系，不断压低自己，看到有人为了证明当年的选择没错，把自己困在一份早已消耗殆尽的工作里，也看到有人为了维护一个好人的形象，承受着原本不该属于自己的责任。他们都很努力，也很能撑，却越来越不快乐。佛陀从不否认这些人的善意，他只是指出一个被忽略的事实：当一份坚持让你失去觉察，让你无法真实感受自己，那它已经不再是修行，而是一种逃避。逃避面对变化，逃避承认结束，
逃避重新选择。佛经里有一句话说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不是否定努力，而是提醒人不要把阶段性的结果当成永恒。可人偏偏最容易在曾经有效的地方停下来，因为那里有熟悉感，有安全感，也有过去的自己。放下意味着要走进未知，而未知总是让人不安。有位弟子曾问佛陀，如果什么都可能变化，那人该依靠什么？佛陀回答得很平静，依靠觉知，不是依靠身份，不是依靠角色，也不是依靠结果，而是依靠你是否能在每一个当下看见自己正在做什么，看见这件事是否还在滋养你。如果已经没有，那就该停。这不是失败，这是对现实的尊重。佛陀的一生从来不是一条不断累积的路线，而是一条不断放下的路。放下王子的身份，放下极端的苦行，放下对成佛的执念，甚至最后连佛陀这个身份他也没有紧抓。所以他的故事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在于觉悟本身，而在于他示范了一种勇气，那就是当你发现自己坚持的东西已经变成苦的来源时，你愿不愿意停下来？很多人误会放下是认输，其实它更像是醒来。醒来之后，你不再为了证明什么而活，也不再为了害怕失去而继续硬撑，你开始为真实而行动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古老的故事直到今天依然有力量，因为时代变了，人心没变。我们依然害怕失去，害怕白费，害怕被否定。可佛陀用一生告诉我们一件事，真正的自由不是拥有更多选择，而是敢于放下错误的坚持。当你不再执着于一定要赢，一定要对，一定要撑到最后，你反而开始活得完整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，有些路不是走不下去才该放下，而是早该放下，人生才真正开始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